其实挺挠你的心的。我曾经有个幸福的家庭，可爱的孩子，一个很体贴的老婆。我一直都很相信他，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会背叛我们的感情。我真的知错了，一时鬼迷心窍，才会那样伤害他。我那时候还怀着孩子，他竟然跟那个女人跑了，我彻底的心碎了，不想再原谅他，所以我选择了离婚。老婆，我真的知错了，是我一手毁了这个家，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这一对的情感走向会趋向何方呢？掌声请出他们，掌声有请。男嘉宾小雷35岁，来自湖南自营店主；女嘉宾小友33岁，来自湖南自营店主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？愿意。请小雷告诉大家，站在你对面的那位女性跟你是什么关系？是我的离婚妻子。离婚多久？1年多了。今天你来是为了想通过这个节目挽回我们的婚姻，挽回我们这段感情。现在就知道挽回了，他当初干嘛去了？当初不是跟那个女人，我说就甩了他一耳光，然后他就收拾了2件衣服，就这样走了。我们来看一看，女士还是挺有心的，留了一些东西。我们看看她当时看到的是什么样的，大家来想一想那个场景啊。我知道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就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男生，你说以前的钱不在你那儿吗？以后抚养费给你，房子不要想，你别后悔，是吧？他做的这个事情，当时我们也还没提出离婚。后面我也想到还有一个那么大的女儿，肚子里面还有一个孩子，我就想着就是说再去找他好好谈一下。然后就到店里面去找他的时候，他就把我一个人丢在那里，自己开车就走了。他本身也有大部分的钱在我手上，但是名字是他的，那个卡在我手上。后面他竟然就是说把那个银行卡就给挂失，把那个钱也给转走了。所以呢，因为那样子我才很伤心的，就是说跟他提出一个离婚的。你当时是真想跟他离，还是想教训他？你说实话。是真的，因为是看到这些事情，而且他把钱给转走了，所以当时是真的是很想跟他离，觉得跟这样的过下去也没意思了。不管你是打我还是骂我，就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看这小孩到这么大了。现在就知道小孩了，当初他还不是看见我现在生下来是个儿子了，才回来找我的。哎，你为什么会说生下来是个儿子回来找你？因为我当初第一个是个女儿嘛，他们家里就觉得好像。生那个女儿没什么用嘛，就是说要生儿子嘛。当时他妈妈月子都没照顾完，就回农村去了。然后他说要我不要多想。那时候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老人家思想成就。是啊，那个时候我也听了他的话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也感情挺好，我觉得只要老公对我好也没什么的。后面我怀第2胎，我家婆也挺高兴的，就赶紧过来照顾我。但是后面他一过来照顾我了，觉得我怀孕的那些症状啊，那些呕吐的现象啊，跟怀女儿那个时候是一样的，他就觉得肯定这个肚子里面又是个女孩了，就不怎么乐意了，就不高兴。然后他也是一样的，但是老人家不高兴还是他不高兴？他也开始也有的不乐意啊，因为别人朋友也说看见我那个肚子的形状跟我怀女儿一样圆圆的嘛，他说那肯定也是个女儿，他自己肯定在心里面也认为是个女儿，都没有做过多的关系。那时候主要是因为呢，就是说我俩一见面呢就跟我吵架，加之呢就是七姑八婆的我爸我妈呢老是在耳边唠叨。我来问几个问题好不好？好的。他第1胎生的是个女儿，这个在你心里有芥蒂吗？说实话，今天咱们说实话好不好？说实话没有介意。你们离婚是在他孩子就是第2个宝宝多大的时候？那时候第2个还在怀孕，还在孕期。那她怀着孕怎么好意思离呢？是我提出离婚的。你就走了？那她生完孩子你过来照顾她了吗？没有，那时候不是一时鬼迷心窍。那因为那时候我也不想看见她。你承认那个时候是鬼迷心窍是吧？对，那时候加之外面还有个女人在一起，所以就做出来最糊涂的事。什么时候你发现说这个女人才是你的爱，那个不是的？自从离完婚之后呢，那个女人呢，就是说
只想得到我的钱，不是真心爱我的。哦，那个时候你的前妻、你的妻子在时间上面推算，也差不多把孩子生出来了，对吧？对。那个时候你回去看他了吗？回去看，但是他爸妈都不让我，我只能呢偶尔就是说去学校去看一下我的女儿住。现在你等于跟父母住是吗？对啊。离婚的财产是怎么分配的？店给了谁了？都是店跟那个房子都给他了，因为当时我就只想着尽快离婚，然后他就给了我20-30万块钱，大概30万吧，就给了把钱给我了。然后我当时也是想的，然后他也答应出抚养费嘛，就想着尽快的离婚了，反正我都答应了，也不想住那个房子。明白。咱俩现在女儿儿子都有了，就是说毕竟血如鱼水。我想给孩子一个更完整的家，以后不会再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做出这样。那女的到底骗了你什么，让你一下就幡然醒悟？跟那女的去过，怎么还会来找我干什么？那女的就是说平常一出去了，就是说今天买这里，要是买那里，根本就没当家过下去一样。好，那是那个女的主动离开你的，跟人跑了，还是你主动离开那个女人？我离开那个女的，是你主动离开她的。对。好，其实今天从这位女性来说，我觉得特别独立，而且她在这个选择上面，还真是我看她那个时候的选择，我觉得是对的，是正确的。既然你出轨了，既然你心已经不在了，既然你不再爱这个家了，她选择了一个特别独立而自尊的方式，那就是我们俩离婚，我来带2个孩子。1年之后，男人开始悔悟了。而女生站在了生活的十字路口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所以4位老师，她到底应该怎么办？你们费心了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我想先问女嘉宾一个问题：7岁的女儿肯定会问你，妈妈，你为什么不跟爸爸在一起过了？我没有告诉女儿。那你会怎么回答？我说，爸爸现在工作比较忙，然后爸爸跟妈妈之间有点误会。然后他有时候会去学校找他，他也有探视权嘛，我也不会说不让他见女儿。那您见到女儿的时候，女儿会问爸爸你为什么不回家？您会怎么回答呢？我老是就是说逃避这个问题。就你也没直接回答说我们离婚了，所以我可不可以理解现在其实孩子并不知道你们离婚了？对。我们如果去看一个女性的心理的话，我不去告诉我的孩子我跟你的爸爸离婚了，第一种是不希望女儿知道父母离婚这件事情对孩子有影响，第二，他可能对他的婚姻还有所期待。我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，他经历的事情跟你一模一样。在他们儿子很小的时候，她也发现了她的丈夫有另外一段情感，她也当时当机立断，一定要求跟她丈夫离婚。当1年过后，她的丈夫再次回来，也就是应该前夫再次回来找她的时候，跟她讲，我现在觉得我选择错了，我想跟你在一起。她没有立刻答应，而她是给了他们之间一段选择期，也就是在经过1年的恋爱过后，我说这个恋爱就是她的前夫再一次的回来，经常看她跟她在一起，不管是约会也好，两人谈工作也好，然后陪她的儿子玩也好，他们经过1年的时间，她看到她的前夫真的是改了，所以他们选择又继续在一起，现在又继续生活了4、5年，而且的确非常的幸福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你内心当中对这个男人，至少你还认定他是一个真的有责任的人的话，不妨给你们一点时间考验，1年也好，2年也好，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再次担当起做爸爸的责任来。跟那个女人后来好了多久？从真正开始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。你们俩离婚之后，你们又好了多久？离完婚之后，就是说只有3、4个月的样子。为什么要分手？因为她那个女人，她就是图我的钱。所以你很后悔？对，因为就是说，就知道就是说，只有老婆还是对我最好的，只有她真正才就是为一个家生活下去。哎，我一直想不通一个问题，说实话，什么叫鬼迷心窍？好好的人为什么会被鬼迷了心窍呢？然后迷了以后呢，就变得六亲不认。不就当时了，就是说是那个，然后我们俩这个鬼究竟是那个女人呢，还是你自己呢？是自己内心的鬼，在外面沾沾惹草。你还都挺明白这些道理。鬼一定是自己心中的欲望。
控制不住。对对对。动物控制不住自己原始的欲望，我们可以理解；人控制不住原始的欲望，做出一些禽兽不如的事情。我知道自己错了。反正我这个人对待这种事情心一般都比较冷。我觉得可以原谅的是你无心之过，但是当初你的冷血无情，现在你想用一腔热血把我再暖回来，对不起，很难了。反过来这个女生也是，我知道你很难，一个人带2个孩子。如果不是这2个孩子的原因，咱们今天绝对不站这儿说话，对吗？真的很难有新的选择。可能也没想那个是吧？因为第2个孩子还很小。对啊，我是说现在还能再迈出新的一步吗？带着2个孩子。不知道。他们这种状况就是因为他很难带着孩子再迈出新的一步。如果他可以的话，他一定不回头再要这个曾经背信弃义的男人。只不过很难。但是因为难，我们就要接受过去吗？因为难，我们就让这个背信弃义的人一定要回到自己身边吗？一定要生活的困难，因为再嫁很难，所以就原谅过去的悔恨，然后让爱情重来吗？我不这么认为。我想问这位男士，你还爱你的前妻吗？爱，因为毕竟我们在一起有10年了。那这个女士，我想问一下，你还爱你前夫吗？我不知道。还是说你太恨他了，你不知道爱不爱他？对啊，也会想看得到，也会想你之前的事情。有点放不下那种背叛的那种痛苦，是吧？我是想说啦，在爱情的忠贞度上，没有谁能保证啦。就是原谅了他之后，你也不能保证他永远不会再犯这个错，很难讲的这种东西。就算此刻他真的决定我发誓，我死都不会再犯类似的错，也没有人能保证这个东西。我觉得不如洒脱一点，因为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独立的女性了，已经从这个事件上就看得出来，你可以很洒脱的、很决绝的决定我离婚，我自己带孩子，我自己承担自己，而且你依然活得很好，你非常成功。作为女生来讲，你已经很厉害了，你做得很棒，而且甚至于说是他回头来找你，觉得还是我的老婆好，你已经成功了。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任性一点的让自己来选择，如果你还爱他，你就跟他在一起，当然忘掉过去那些东西，既然决定了。如果以后他还对你不好，那就再离开他又怎么样呢？就是我们活得洒脱一点可以，或许可以这样，建议而已。于老师给了另外一条路，现在不是很难吗？既然没别人，反正这不是来了吗？再看看呗，活得洒脱一些，更趋向于小鹏老师的那条路哈。2个女生的观点基本是一致了。我们听听涂老师怎么说。我们听过一个成语，叫抛妻弃子。抛妻是背叛，弃子是非人，这动物都做不到的事儿。所以说我根本不相信什么鬼迷心窍。鬼迷心窍可以说被狐狸精迷了眼，可以抛妻，但弃子是我更在乎的这一点。有些男人他会抛妻，但他不会弃子。他可能暂时被一个女人迷住了眼，说我要寻找爱情，或者甚至更直白一点，我就是喜新厌旧，但他不会弃子。弃子是人性当中的底线。你再来回顾一下，他弃子的时间特别的残忍，有一大的怀了一小的。第二，他弃子的时候短信上的那些话我们再回顾一下，房子你是别想了，不会给你的。但凡是有点良心的男人都会说留给孩子吧，没有，他很残忍，而且是2个孩子，而且有一个孩子还怀在肚子里。所以我们仔细去分析一下这个问题，不是说简单认一个错，哎呀，人谁不犯错嘛？这个想法的，只是说农村嘛，就是说老人思想。只是老人有这个想法，你没这个想法。对，我没多大这个想法的。不可能，台本里面说了，那个女生跟他说，我可以跟你生儿子。台本里面说了。那个第三者有没有告诉你说要给你生儿子？有还是没有？那时候只是说有这个想法。你抛妻弃女是2个，还2个。对，我把这个子换成女了，是因为抛妻弃子，那个子是因为是女，2个。如果是一子一女，说不定就不抛了。
我同意老师们的不同角度的分析，他有些事情做的确实是，你可以叫人性缺陷吧。那面对这种人性缺陷的时候，可能有些人的这个缺陷，因为有些事情的刺激，他转变了；有些人可能一生真的就是变不了了。所以选择原谅，这就意味着有可能你还要拿你的后半生去赌。最后的意见你来拿，因为确实不好定，在理性上面觉得真的不能原谅，但是你一放到感性里面，你会觉得有现实问题啊，有孩子的问题啊，有他的问题啊，有社会问题，综合在一起的时候，我也那种想理性的用自己义气就的时间差来证明这一切，我是真心的。好，剩下的时间你抓紧说给他听，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分。老婆，想想我们以前艰苦辛苦的日子，一直走到现在，中间经历的各种事情挺不容易的。加之现在就是说两个小孩，就说毕竟血浓于水，请你再多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时间来证明我的一切。当初伤我那么深，现在又有孩子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要考虑一下。我一定会让你感受到的。唉，知道自己做错了。好了，还有一次求助的机会，我不知道你们谁要，是你还是你？我要。你要哈？来，3种方式 ：A. 求助现场观众 ；B. 倾听第三方的声音 ；C. 求助爱情导师。现场观众吗？那你想问现场观众什么呢？求什么呢？就是说想叫他们帮我完成这个，就是说我们的幸福下一步。啊，我明白了，我换一个说法吧。你先看看大家对你的这个态度好不好？先别那么急。各位，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，请你们把自己放到这个女性的身上。如果你们觉得愿意给这样的男人一次机会，选赞成；不愿意，请选择反对。来，各位，请选择。好，现场100%的观众都说了，如果他们是你的前妻，他们绝对不会原谅你。我觉得这就代表了一种理性而主流的声音。但是我们无法代替你生活，女生心里会很清楚，她苦什么，有些东西我们外人真是无法体会和体谅的。她的这种离婚，给她和孩子带来的压力，我们也无法体谅。我想跟男孩说一句话，我坚信，如果你真的付出了你全心去爱一个人的话，你总会得到他内心对你的一种，不叫救赎吧，但他至少会原谅你。所以行动比语言会来得更好一些。你今天在这儿再表白说你放心吧，我会追你，会对你好，不如你真的踏踏实实用你后半生去对他们好，把以前你没做到的全都做到，把以前你觉得做到的再加倍做到给他，这样你才能得到你想要的生活。否则空话没用。我说的那个男生，当他再一次要救赎的时候，他是真的8楼啊，扛煤气罐，没有说话。以前是他的前妻离婚过后自己去扛或找人扛，后来他主动的知道什么时候算好时间，煤气罐该用完了，跑过去帮人换。所以他的行动会感染到他的前妻，愿意跟他在一起。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得到你想要的，我也希望他能够得到他想要的。对于女生来说，我觉得有一个建议，这个是一定要听的，就是不管怎样，哪怕是装，我今天都不能出来。就哪怕今天我是装，我想出来，我今天一定不能出来，那是你的一个态度，明白吗？轻易原谅一个人，其实就是背叛自己的内心。可以原谅，但是不能轻易原谅，明白吗？两位交换秘密吧，来。来，请关门，请关门啊！一段这样的婚姻，
前夫开始回头来找，前妻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其实真的挺难的。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对，来。看到我自己都挺绝望。啊？看到我自己都挺绝望。我跟你离婚的时候，当时真是绝望到了想带着2个孩子自杀。就我想这个女人其实她真是特别有自尊的，有很多女人选择了忍，但是她绝不忍。所以你前妻是蛮坚强的一个人。她接着写到说，但是又看看孩子那么可爱，我又舍不得了。我真是对你很寒心。本来我想下去追。我觉得这种都是形式上的东西，你可以去做。你在生活里面只要对他们好，也许他会原谅你。祝你能够把你曾经犯的错赎回。